你好，这是流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做蛋糕，但是呢，这个做法和平常的传统的做法不一样。我们不分离蛋清，也不分离蛋黄，也更不用打发器来打发蛋白。同时呢，我们不用烤箱来烤，我们用平常做饭用的电饭锅来做蛋糕，做出来的蛋糕一样蓬松好吃，真香。每次我在偷偷地问自己，为何对你这样如此痴迷？爱情像盘棋，我却入了局，无论输赢我都不放弃。首先我们来调制面糊，这是关键的一步，虽然是第一步，也是最后的一步。实际上我们这个做法相当简单，这一步面糊调制完成以后，整个蛋糕的制作过程基本上就结束了，并且这一步的准备工作相当简单，5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。所以掌握了这个方法，你每天都能吃上美妙的蛋糕。在盆里打入4个鸡蛋之后，加进220克白糖，用搅拌器充分搅拌均匀。蛋糕是一种古老的西点，一般是由烤箱制作的。蛋糕是用鸡蛋、白糖、小麦粉为主要原料，以牛奶、果汁、奶粉、香粉、色拉油、水、七酥油、泡打粉为辅料，经过搅拌、调制、烘烤后制成一种像海绵的点心。糖与鸡蛋液的搅拌完成以后，再加入85克植物油，充分搅拌，让油溶于到蛋液当中。蛋糕里面加油可以帮助面糊膨发，增大蛋糕的体积，因为油脂在搅拌的过程中可以过入更多的空气，同时呢，油还可以使液体类和低粉混合得更好，面糊颗粒润滑柔软，光用牛奶或者水是没有这个效果的。同时呢，加油呢还可以帮助蛋黄糊乳化，保留水分，改善蛋糕的口感，增加风味，使组织更加的细腻柔软。如果不加油，整体会口感偏干，有时候甚至发不起来，吃起来像发糕一样。搅拌过程当中，如果手脖子发酸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看到蛋液的表面没有油飘糊，就说明搅拌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量取200毫升鲜牛奶，加入到刚才的面糊当中，充分搅拌均匀。蛋糕中增加牛奶，能够增加奶香味，让蛋糕的风味更好。同时呢，作为液体材料，能够平衡蛋糕的干湿配比。牛奶是最古老的天然饮料之一，被誉为白色血液。鲜牛奶主要是由水、脂肪、蛋白质、乳糖、矿物质、维生素等组织的一种复杂的乳胶体，其中水分的含量占86%到90%，牛奶的比重平均是 1.032。 接下来过筛300克低筋面粉加入到刚才的面糊当中。为什么要加低筋面粉呢？无论是高筋面粉、低筋面粉或者是中筋面粉，这里面的筋其实主要说的就是棉筋。简单理解，这个棉筋就是面粉中的蛋白质。蛋白质有吸水的特性，所以在面粉中加入水之后，蛋白质充分吸收了水分，就开始膨胀变大，慢慢的就形成了棉筋网络。面粉过筛之后，再加入12克酵母，用搅拌器充分搅拌均匀。而高筋面粉就是内部的蛋白质含量高，那么它形成的面筋就会更多，由它制作出来的面包就会非常有韧性，有嚼劲儿。而低筋面粉蛋白质含量比较低，所以形成的面筋少，那么由它制作的蛋糕或者饼干就会非常的松软酥脆。蛋糕最早起源于西方，后来才慢慢的传入中国。英语中使用的 cake 一词大约是在英国13世纪的时候出现的，来源于北欧语卡卡。蛋糕的原始称呼是甜的面包。历史上第一个制作蛋糕的是埃及人，很多从陵墓中发掘出来的壁画也证明了这一点。看不到干粉，面糊就搅拌好了。搅拌好的面糊直接倒入电饭锅里边，电饭锅
不用刷油，也不用有油脂，所以呢非常方便，效果呢也非常好。今天呢我们不用烤箱制作，我们用电饭锅来制作，因为即使没有烤箱，我们也要吃蛋糕。世界上第一台电饭锅是由日本人井深大的东京通讯工程公司发明于1950年代。电饭锅的发明缩短了很多家庭花费在煮饭上的时间，已经成为日常的家用电器。如果在古代拥有这么一台电饭锅，相信会重写蛋糕的历史。接下来的烤制工作呢，完全交给电饭锅来做，只要像平常煮米饭一样，按一下煮饭键就可以了。1个小时以后，我们再来看效果。这是1个小时以后面糊的状态，显然蛋糕还没有烤熟。把电饭锅放回去，重新按一下煮饭键，第2次再烤。又是1个小时过去了，这次检查一下电饭锅里的蛋糕，用手按一按，就会感觉到蛋糕已经成熟了。用一个碟子扣住表面，翻过来就会很容易的脱模。哇，多么漂亮的蛋糕啊！你看，松软松软的，粘蘸蘸，给人的感觉太棒了，让人看了以后真是喜出望外。这么简单，一个美妙的蛋糕就做好了。在蛋糕上面铺一层糖粉，装饰一下。到这里，我们用电饭锅制作的蛋糕就完成了，厨房满满的香味儿，真是让人收不住啊！这个蛋糕凉下来以后，感觉特别结实，完全可以做生日蛋糕等其他蛋糕的底盘。吃的时候呢，在微波炉里热40秒，就像刚出炉一样，特别松软。切一块看看里面的组织，你看多么松软啊，Q 弹 Q 弹，大人孩子抢着吃，真是让人收不住。所以呢，这个方法特别简单方便，特别推荐给你。来看看电饭锅子的蛋糕做好了，你看你看多好，蹦成蹦成的，真好。厨房满满的香味，满满的蛋糕的香味。我们来尝一尝啊。你看你看这蛋糕真软。真卷，蓬松蓬松的感觉。外皮吧不是那么脆，是硬硬的，内饰呢就像吃棉花一样，真软。越嚼越香，越嚼那个蛋糕的味儿就慢慢的升上来了。哎呀，真好！在咽下的瞬间就觉得，这蛋糕真好吃，这是在吃蛋糕，真香，就是那个感觉。越嚼越有滋味，越嚼越能体会出蛋糕的那个好吃。哎呀，真棒！这个做法，如果你家里没有烤箱，用电饭锅这样做也可以，做出来的面包，做出来的蛋糕一样好吃。真爽呢，真好吃。也可以呢，晚上做上，第2天早上起来吃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个方法做起来特别简单，不花时间，新手一样能够成功。好，请你来吃蛋糕。不好意思啊，总是我吃你看。好，谢谢你的陪伴和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